大家好，从这期视频开始，我们将开启被遗忘的历史上古黄金时代的系列视频。在开始前，请大家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并分享给更多的人。圣经记载，上帝为了清洁被堕落天使污染的世界，用洪水毁灭了地面上的一切生命，仅有挪亚一家和方舟中的动物得以存活。然而，创世纪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尼非利人不仅在洪水之前存在，甚至在洪水之后仍然出现，并且在千年后的历史中，以色列人仍与尼非利人的后裔交战。这一记载显然形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矛盾：洪水明明摧毁了所有生命，为何拿非利人竟然存活了下来？他们又是如何躲过了这场席卷全球的灾难？这是否意味着圣经内部存在矛盾，或者我们是否遗漏了某种关键的信息？接下来，我们考察几个不同的主流理论，试图解开这个谜团。目前，在神学研究、宗教解经等领域，学者们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理论，试图解释尼非林人在洪水后的存续问题。接下来，我们逐一分析这些理论，看看哪一种最能合理解释这一圣经难题。第一个理论认为，圣经所描述的洪水虽摧毁了地上的一切生命，但其对象可能仅限于上帝亲自创造的自然生命。尼非林人并非由上帝直接创造，而是堕落天使与人类结合所生的混血种族，因此可能不属于洪水毁灭的范畴。根据这一观点，上帝降下洪水的目的是为了清除被污染的人类血统，使世界得以重启。而尼非林人的消失只是附带结果，并非洪水的主要目标。因此，可能有部分尼非林人设法存活，甚至得到堕落天使父辈的帮助，避开了灾难。类似的情节在世界各地的泛神论神话中也有所反映。一些违背神意的生物总能借助特殊手段逃脱毁灭的命运。可是，这一理论的难点在于，它模糊了洪水的全面性。圣经多次强调，洪水毁灭了所有有血肉的生命。如果尼非林人能够幸存，那么洪水的普遍性就会受到质疑。此外，这种解释缺乏直接的圣经支持，使其难以成为主流观点。第二种理论认为，洪水虽然毁灭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生命，但并未彻底消灭所有的人类、动物和尼非林人。圣经所描述的毁灭所有生命，可能是一种泛指，而非绝对意义上的全灭。换句话说，可能有一部分生物以某种方式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如果接受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合理解释为何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后依然遇到了圣经中未明确说明来源的其他种族。这些族群或许正是大洪水后的幸存者，包括尼非林人的后裔。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创世纪的叙述核心聚焦于挪亚及其后代，赛特的家族，因此其记载或许只是基于赛特后裔的视角，而未涵盖全球范围的所有幸存者。换句话说，圣经可能遗漏了某些仍然存活的族群，使得洪水的叙述呈现出局部性。然而，这种解释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它模糊了圣经关于洪水彻底毁灭一切生命的明确说法。如果存在幸存者，为何圣经没有提及？这种理论虽然能够解决尼非林人存续的疑问，但也为圣经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带来了挑战，可能导致经文被随意解读，使其权威性受到质疑。第三种理论认为，洪水后堕落天使可能再次违背神的律法，与人类结合，重新孕育出尼非林人的后代。这一观点的核心在于，圣经并未明确说明堕落天使与人类的结合仅发生过一次。犹大书与彼得后书提到，一些堕落天使因违反神的律例被囚禁在黑暗深渊之中。可是，这并不否意味着所有堕落天使都遭受了同样的惩罚。是否还有部分堕落天使未被囚禁，并在洪水之后再次犯下同样的罪行？早在1939年，学者朱利安·摩根斯坦就提出过类似观点，认为天使的堕落可能发生过2次。第一次出于情欲，而第二次则是出于骄傲与对上帝的刻意反叛。因此，洪水后尼非林人的再次出现，可能正是那些尚未被囚禁的堕落天使与人类女子结合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创世纪》第6章第4节的表述或许也暗示了这一可能性。当那些日子，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也有。
这段经文不仅提到了洪水前的尼非灵人，还特别指出后来也有，这可能表明堕落天使的行为在洪水后依然发生。此外，支持这一观点的人指出，索多玛与俄摩拉的毁灭可能也是尼非灵人的再次出现所引发的后果之一。根据创世纪第19章，索多玛人沉溺于各种淫乱和悖逆，而犹大书更直接指出，索多玛的罪行与堕落天使的堕落方式类似。这或许意味着，在洪水后，某些堕落天使仍然在地上活动，并再次与人类结合。在所有提出的理论中，这一观点最符合圣经文本的字面描述，也最能维护圣经内部叙述的一致性。除了圣经自身提供的线索之外，我们也可以从其他古代文明的记载中获得一些重要的旁证。其中最重要的线索就是苏美尔文明流传下来的神话记载。苏美尔文明非常特殊，他们的神话故事和圣经记载存在着诸多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比如著名的苏美尔大洪水传说就与圣经中挪亚方舟的记载非常相似。很多学者因此认为，苏美尔神话可能记录了与圣经相同的历史事件，只是角度有所不同。苏美尔人称他们自己为黑头人。根据学者的研究，黑头人正是苏美尔人对他们祖先的称呼。据苏美尔神话记载，这些黑头人最初的起源相当神秘。他们最早被创造的地点是一个名叫尼普尔的城市。这个城市在苏美尔传说中被称作天地交汇之处。传说记载，这些黑头人最早由2个特殊的人物所繁衍，他们分别叫做乌利加拉和扎尔加拉。这2个人物后来成为所有黑头人的共同祖先。这些黑头人被苏美尔神话描述为是神灵花园的佃户，是众神用来耕种土地、建造城市，并侍奉阿努纳奇神族的特殊人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黑头人自称所有的工具、武器和先进的知识都是直接从众神那里获得的，甚至苏美尔的语言也与世界其他任何语言体系都截然不同。这暗示着苏美尔文明可能真的曾经受到超自然力量的干预。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苏美尔神话的记载，就会发现黑头人的故事可能与尼非灵人以及该隐后裔的记载息息相关。比如，黑头人最早被创造时是以游牧和狩猎采集为生，直到后来才突然迅速转型，发展出先进的农耕文明，建造城市并掌握高度的科技。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转变，历史学家至今无法合理解释。而圣经的视角或许给了我们关键的答案，因为根据圣经记载，亚当与夏娃的长子该隐以及他的后代很可能在堕落天使的引导下统治并彻底改变了这些最初简单的游牧民族。该隐的后代以诺、拉麦、土巴该隐、拿玛等人物很可能携带了特殊的尼非灵血统，并借此成为了古代苏美尔文明中受众神眷顾的统治阶层。此外，苏美尔神话也清楚地区分了2种不同的人类。第一种是最早创造出来的黑头人，他们数量众多，但地位较低；另一种则是被神灵特意选中创造的高等人类，比如阿达帕和提提。阿达帕和提提拥有更高的智慧和文明程度，从一开始便具备极高的语言能力和先进的农业技术。这些记载让人联想到圣经中描述的2个不同人类创造事件：第6天创造的一般人类，以及后来被赐予神之气息的亚当。苏美尔神话中的2个特殊祖先乌利加拉与扎尔加拉，似乎就对应着圣经记载中该隐家族通过堕落天使混血所产生的特殊血统——人类。值得注意的是，苏美尔神话特别强调，黑头人的祖先乌利加拉与扎尔加拉接受了众神的气息，因此获得了类似神的特性，甚至被视作半人半神的存在。虽然亚当也被上帝赐予了生命的气息，但亚当和夏娃并未因此被视为半神或神灵。因此，苏美尔神话中的气息似乎指向另一种特殊血统的创造，更接近尼非灵人的特质。这让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苏美尔的神话中记载的，难道就是圣经之外的另一种尼非灵人血统的起源故事吗？如果这些黑头人的祖先乌利加拉与扎尔加拉，实际上正是该隐与他的妻子莉莉丝的象征呢？也许正是他们把尼非灵人的血统与禁忌知识带入了人类社会，促使人类迅速迈入文明时代。这些旁证虽然并不能完全取代圣经，但却能为我们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与补充。这些苏美尔神话的记载，或许正反映了远古时代那些被圣经所遗漏却又真实存在的历史细节，
使我们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圣经中尼非林人这一神秘存在背后的真相。在考察了苏美尔神话与圣经叙事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苏美尔文明本身为何如此异常的突然崛起？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大约公元前4500年至3500年之间，苏美尔文明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城市建设以及文字系统。而在苏美尔文明之前，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类都还处于狩猎采集的原始状态。比如，在阿尔卑斯山脉发现的著名冰人木乃伊，距今约5300年，它所在的社会仍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使用简单的工具，靠狩猎和采集生存，没有文字，也没有复杂的文明迹象。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相同的年代，苏美尔人却已经创造了复杂的楔形文字，并建立了人类最早的城市国家。这种文明的突然出现与迅猛发展，至今在历史学界都是一个未解的难题。历史学家苏珊·怀斯鲍尔指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文字或先进文明的迹象，只有单调而重复的生存模式。为何苏美尔人却能一夜之间跳跃式地进入文明时代呢？苏美尔人的自我记载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他们明确表示，自己的文明知识、农业技术、建筑能力以及军事武器，全部都是由所谓的众神传授给他们的。这些众神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他们被描述为从天而降、具有神圣能力的特殊存在。如果我们结合圣经的视角与尼非林人的故事来看，这个解释似乎变得更为可信。根据圣经的记载以及此前的理论分析，很可能苏美尔人所崇拜的这些所谓的神，正是堕落天使及其后代尼非林人。他们不仅为人类带来了禁忌的知识，还将原本单纯的史前人类迅速转变为拥有高度文明的城邦社会。更进一步的线索来自于考古发现。考古学家在叙利亚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玛丽城发现了一幅古老的巴比伦壁画。这幅壁画绘制于大约公元前1750年，清晰地展示了一个与圣经伊甸园极为相似的场景。在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长有翅膀的基路伯守卫着园子的入口。此外，壁画上还有4条河流从一只巨大的容器中流出，这恰好与圣经创世纪中描述的伊甸园4条河流比逊河、基逊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完全对应。不仅如此，这幅壁画中还出现了一个国王的形象，他似乎正在接受美索不达米亚女神伊什塔的祝福，而伊什塔在许多古代传说中都与夏娃存在紧密关联。苏美尔人传说中的伊甸园名叫迪尔蒙，传说那里没有疾病与衰老，泉水从地下涌出滋养整个园子，这与圣经中伊甸园的描述也存在高度相似性。种种证据显示，苏美尔文明的异常崛起极可能与尼非林人背后的堕落天使有关。圣经描述的该隐家族及其后裔，在堕落天使的引导下，统治了史前人类社会，并教导他们建造城市、学习各样禁忌的知识。苏美尔人记录的那些众神，很可能正是圣经提到的尼非林人与堕落天使后代的记忆。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苏美尔文明如此迅速而诡异的崛起的秘密，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并非完全自然演化，而是掺杂了尼非林人与堕落天使干预的产物。这一点不仅能够解释圣经中的矛盾，更为我们理解人类上古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合理而惊人的视角。此外，苏美尔神话和传说中关于人类起源的记载，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深入探索的线索。苏美尔文献显示，黑头人最早是以大量的男女同时创造的，目的是为众神耕种土地、建造城市、提供服务。这些人类在一开始时以游牧、狩猎和采集为主，后来才转变为农耕文明。学者撒加利亚·西琴在研究了大量古代文献后指出，可能在远古时代曾发生过2次截然不同的人类创造事件。第一次创造的人类就是圣经描述的第6日创造的人类，他们智力有限，但繁殖迅速，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的后代繁衍遍布各地，后来被所谓的众神征召为劳动力，换取食物和生存的物资供应。后来，众神之中名为恩基的神特别选择了某个黑头人的女子，与之结合后诞生了名为阿达帕和提提的高等人类。
他们的智慧、语言能力和农业知识都远超此前创造的人类，从一开始便是文明人类，被众神特别看重。这一假设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何苏美尔人自称文明源自众神启示，并将自己看作神灵原地的佃户。尼非林人混血血统的出现，或许才是真正促使史前人类突然由狩猎采集社会转变为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关键。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苏美尔神话与圣经的记载虽然存在着类似之处，但本质却截然不同。比如圣经中，上帝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亚当，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但苏美尔神话中，众神的气息则使得黑头人的祖先乌利加拉与扎尔加拉成为类似半神般的存在。这种神人混血特征更接近尼非林人，而不是圣经所描述的亚当家族。苏美尔文明与圣经之间的这些联系与差异，不仅为我们理解尼非林人的奥秘提供了关键证据，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被圣经所遗漏的史前人类的真实历史。通过结合圣经与苏美尔神话的线索，我们得到了一个更完整的画面。尼非林人可能曾经多次出现于历史之中，并直接影响了史前文明的发展。尽管圣经本身并未提供完整而明确的细节，但通过对其他文明传说以及考古证据的分析，我们可能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使圣经在尼非林人这个问题上的描述更具连贯性与一致性。透过这一深入的探讨，我们不仅能够解决圣经经文表面上的矛盾，更能够揭开隐藏在圣经背后的深刻历史真相，让我们更贴近上古黄金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在下一期，我们将探讨5位女神伊西斯、伊什塔尔、盖亚、宁胡尔萨格以及女娲。她们不仅是生命之母，也与天神结合，孕育半神或巨人。他们的传说是否揭示了堕落天使与人类女子结合的历史？他们的后代是否正是圣经中古时英武有名之人的另一种版本？而在华夏神话中，女娲造人的故事是否也与这一远古谜团有关？敬请期待。